佛说要普度众生，人人皆有慧根，但作为弥勒的弟子，黄梅却认为人心本恶不可救药。他觉得只要自身强大，受苦的就只会是别人，这样才能让自己脱离苦海。信什么狗屁如来，不如我自己来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解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第3章的剧情。小西天在86版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师徒4人途经此地，见此地寺庙气宇不凡，上面还挂着小雷音字的牌匾，顿生敬意。除了感知到杀气的悟空外，其余3人皆顶礼膜拜。孙悟空，见佛祖为何不拜？可哪成想，这佛祖竟然是妖怪变的。这黄眉妖精仅仅扔出一个金挠，就把大圣困在里面。原来他本是弥勒佛做下一个敲磬的小童，趁弥勒佛去复原石灰的空隙，他偷走了佛祖的3样宝贝，这金挠就是其中一件。他在此地假佛成精，自封黄眉老佛。阿弥陀佛！击持佛祖的宝贝，悟空自然很难逃脱。幸而八戒去天庭请来了28星宿，众人用抗金仙君的龙角才钻出一个窟窿，大圣才得以逃离。在游戏里，抗金星君以女子的形象出现，悟空死后神魂化为了6件灵物，收集它们便有复活大圣的希望。因为知晓黄眉拿到了大圣的灵物之一，恰逢黄眉正在举办相会，抗金星君便打算以此为机去拿回大圣的灵物。可黄眉早就识破了抗金星君的意图，以来定是为了那猴子。于是黄眉便拿出一个袋子，这口袋他认得，这一层是捉过自己的后天袋。当年从金牢里救大圣之时，黄眉老怪就是用这个袋子把所有人都吸到了里面。黄眉说道，你若真想知道大圣的事，就得自己进去瞧瞧。可哪成想，黄眉用大圣的灵物将这袋子改造成了夺人心智的邪气。待黄眉再将其放出时，那星君已变得痴痴傻傻。又过了许久，抗金龙忽然跪在了地上，说道，还请师父收我为徒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游戏里他与我们作对的原因。在苦海遇到他时，我们还看到了当年困住大圣的金牢，似乎黄眉又在这里面关了一个人。元帅还是不肯归顺呢，再忍1时3刻，怕是就要化为脓血。在击败抗金星君后，我们才知道这里面关着的正是2师兄。八戒在此地已等候我们多时，定要将自己的师兄复活。他和我说，只要凑齐6根，便能救活大师兄。回到电视剧上来，顾忌是碍于当年经费有限，其实当年八戒他们请的救兵并非只有28星宿，由于那黄眉怪实在太强，又有法宝助阵，悟空先后有请来真武大帝的龟蛇2将，以及大圣国师绑菩萨手下的小张太子和4大神将。这些角色在游戏里都有体现。数百年后，黄眉再次回到小西天，他这人十分记仇，下劫后便展开了残酷的报复。龟将长眠于苦海，而蛇将直接被斩成数段，最终化为了一堆白骨。至于小张太子他们则更为凄惨。这个小张太子在之前第2集已经提到，他就是流沙国负气出走的3王子。他带来的4大神将，有的被卸去4肢，有的身首异处，还有的在与黄眉变法中被蛊惑，丢掉了金身正果，转而做了黄眉的狗。他口吐魔音，催人心智，这也就是导致浮屠界红眼的原因。小张太子为了在魔音中保持清醒，只得自绝而怒。不非保全本性，自绝而怒，方不受妖艳魔音牵扰。这个浮屠界是黄眉专门给弟子修行所用的。黄眉口中的修行格外与众不同，他信奉弱肉强食，鼓励塔中弟子互相残杀。他与手下戒刀僧许诺入伏图己修行，若谁能斩出千手，便可在大殿做罗汉。黄眉手下还有4大弟子，分别是不净、不能、不空、不白，与唐僧师徒几人对应，但他们的性格则完全相反。3师弟不净是个时时刻刻都想躲懒偷闲的人，2师兄不能为人则堂堂正正，而不空则是第2章结尾的那个书圣。他在野外救了一只受伤的狐妖，又因为梦到狐妖吃人，睡醒后便夺了他的性命。在游戏里，我们变成狐妖找到他后，便可触发与他的 BOSS 战。妖就是妖，无可救药。最终一路破关斩将，我们终于杀到了大雄宝殿。此时的黄眉仍以弥勒的口吻让我们跪下行礼。今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但当年大圣就没向他行礼，天命人也同样不会。
黄梅的一阶段很简单，当我们击败它以后，它就会掏出后天袋将我们吸进去哦。在里面我们会遇到一只赤尻马猴，游戏里我们多次遇到过了，但每次都被它跑了。从简介里可知，他本是齐天大圣手下的统兵元帅，在悟空战败后，他受尽了苦难，最终投身在了黄梅门下。在击败他以后，黄梅给我们展开了强大的洗脑攻势，他想尽办法让我们大开杀戒。我让你杀得更畅快些。最后，洗脑无果的黄梅进入了3阶段，这阶段他会频繁使用金身，推荐使用镜字法暴击打法。这个镜字法需要我们完成瓜田之线，遇到真弥勒方可拿到。这对应了《西游记》里弥勒卖瓜方大圣捉拿黄梅的剧情。在此之前，弥勒还向悟空传授里教镜字法。当我们击败黄梅后，心有不甘的他还妄图用大圣的灵物转败为胜，但不知道是弥勒施法还是冰面开滑，他一脚直接摔了进去。至此，我们拿到了大圣的第3件灵物。最后来看一下结尾的短片。传闻黄梅曾与金蝉子打赌，他赌人心本恶，于是便化为一只神鳖，来到一个贫穷的村庄。他仅仅刮破一点肚皮，就流出不少金银财宝。他仅仅把手一挥，就有无数海产飞到村民手上。此后，村民把他同神明一般供奉，为他大修庙宇，往来许愿膜拜的香客络绎不绝，人们的愿望也纷纷得以实现，女人们重返青春，男人们渐渐富足。可有一天，一名村民在膜拜之时看念四起，周围这一切仿佛都黯然无光，唯有那神蝶肚中的财宝。他拿起尖刀，猛地向神鳖扎去，瞬间比平常多10倍的精液从神鳖身体里流出。村民的见色，贪念被无限放大，唯恐落于人后，纷纷上前争抢。最终，黄梅扮演的神鳖只剩下一具白骨。他与金蝉子说道：“这回我又赢了，金蝉子。”可金蝉子却一语道破：“祸乱人心，道果为因。”黄梅就好比有些做社会实验的一样，他一上来就向人展示自己肚子里有珠宝，百姓为杀的，官兵为杀的，他不觉得这是善。后来村民将他供奉，为他修建庙宇，甚至开始向更多其他贫穷的人分享财富，他也不觉得这是善。而是过了许久，人群里终于出现了一个贪欲十足的人，破窗脚印闪，这才导致神鳖变成白骨的恶果。可黄梅道果为因，把最后的结果说成原因，好比一直盯着一块玻璃，就挡着它破碎的一天，然后说这块玻璃质量真的很差。师兄如此执着输赢，可笑可悲。若不能赢，还争什么因果人心？